好嘞，我们下面要带大家画的一张作品呢，叫什么？刚刚已经其实给大家看过了，我们再把这个图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眼。咦？好，我给它再添加一个图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是不是大家喜欢的口味？来看一下啊，左侧这张图，左侧这张叫江边渔家啊，江边渔家啊，江边这种打鱼的人家嘛，买3份是吧？送给你家里边的小朋友啊，大小朋友都其实是适合的。这题目是什么？这个绿色刚刚画的这张叫江边泊舟是吧？就是停泊在这儿的这种小舟。然后左边这张呢是江边渔家，表现了渔家的一个景象。渔家的景象，这是你的菜是吧？更加的恬淡是吧？更加的恬淡，更加的清幽，更加的悠远。好了，这张我就拿走了啊，大家就应该截完图了。这个回头把它放到回放里边，大家可以自己去慢慢的去巩固和练习。如果跟不上直播或者来晚了，平常要上班的小伙伴，你就在回放里边去巩固就可以了。永久的观看权限。好，接下来咱们呢带大家画个挂历，这个尺寸呢它比较接近于正方形吧，可以把挂历拿出来哈。来把它放小一点，我们可以把它画到我们的这个挂历上方，记住不要用反了哈。这个月份呢在下方，月份在下方，兔年是咱们的2023是兔年嘛，我们带大家画一点浅淡的啊，清幽一点的，这种浩渺的，也是漓江的一个景致，好，我把这个图打开，我们就可以继续了啊。需要一个参考线吗？需要参考线，我给大家加一个参考线的图，更方便我们去找位置，好吧？好嘞，好，这个的它有一个参考线的，定位置的时候，你可能会更加准确一些。来，接下来我们呢再来把它画一画，是一个正方形的造型。我们在画的时候，先画哪儿？你们觉得？来，我们用淡墨的方式啊，用淡一点的墨色，用 PS 加的，好嘞。来，我们用浓重的墨色，相对浓重一点的墨色，把它的底部是吧？把它底部给它加出来。可以准备一张试笔的纸啊，我们从底部从下往上去给它画。你耐心一点点啊，这张画画完你就可以去干饭了，干饭了啊！从底部是吧？大概竖着中心线，底部的边缘右侧，所以稍微来点重一点的墨。来画一点这个河滩上方的这种细碎的石块也好，是吧？细碎的石块。都哪节课有挂历啊？最近几节都有吧？最近几节好像我们都画到挂历了。好，淡墨是吧？左边再来。好，平整的淡墨可以把它。平整的淡墨，把右侧是吧给它衔接下来，衔接到边缘，稍微参差错落开一点点，不要画的全是一个平的了，是吧？不要画的都是一个平的了。好，我们推进，然后在它左下角。OK， 底部啊，它这种右侧稍微的破，这个边缘的参差错落的破一破，然后左侧呢稍微的平整一些。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
再就画里边的小船了，是吧？画里边有小船，拿出咱们的勾线笔，勾线笔拿出来。这是我们画的第二幅了，好，然后我们用这勾线笔啊，简单的这种线条，把咱们这个画面底部，它底部不是有一点小船吗？底部的小船，我们给它勾勒出来，水分适中啊，跟这个下面的浅滩大约有1指的间距，我们推近点距离啊。来，我们从竖着中心线是吧？大概从左往右，从左往右。好，我们把这个小船儿，是吧？这个小船儿的造型，说竹筏，对吧？给它带出来，左边也要有一点。好嘞，虽然在这个小船上方，它是有一个竹筐，比如说这个装鱼的呀，对不对？我们画的像一个大菜缸，这个酸菜腌制酸菜的这种菜缸一样。好，给它稍微的装饰一下，勾勒一点线条，丰富啊。好，这个呢也是中间呢，它会有一个。这些不需要勾勒特别多的细节啊。这个画的这个纸张尺寸就这个多少，33乘33的就行。如果你用的这个尺寸跟那个不太一样，那你可以灵活一点处理，好不好？好，然后我们再来往下面走的时候，用小红毛，我们小号的这个狼毫笔，对不对？因为需要小笔触去处理这种小细节嘛。它上面不是有点鸬鹚吗？像一种小鸭子，是吧？肩膀这儿宽一点，相对的宽一点啊，墨色把握住了。然后呢，它这个脑袋，稍微尖一点，大概有这么一个造型。然后右侧，有一个基本的轮廓，基本的轮廓在那儿就可以了。把第一个案例撤一下吧，看不清吗？我撤了之后，左边的散乱的东西就会露出来了。我把这个案例放大一点，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晰一些，后面就不至于这么散乱了。好，左边是吧？两个聚集的近一点，然后左边再来一个呢，散落开一些的，这就是鸬鹚在这儿呢，帮着捕鱼的，当然也吃鱼。然后再往左边再来。我们有小伙伴今天周末在上班是吧？这个时候正在摸鱼。好，画鸬鹚呢正合适。好，来给它带一下。好，大概的鸬鹚的造型，然后在这个上方，这个楼上面也有一个。小黄车4号，链接9号的挂历，大小是整个高度还是什么？高低基本上是以33乘以33的一个尺寸为例啊。好，用淡墨把咱们这个小船下方的投影，对不对？给它带一带，就这种小动物的投影，要给它区分出来。这是这张画恬静，看起来非常的恬淡的啊，这种重要的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好，然后我们再往下方走的时候，要勾勒就是这个比较主要的小船了。勾的时候，我们线条要精细一些，拿出我们的勾线笔，
你如果没有勾线笔，你就用比较精细一点、有一定的笔锋，是吧？能够锯尖儿的那个笔啊，去勾勒就可以了。啊，有一定笔锋、锯尖儿啊，去勾勒就行。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从它的边缘，大约位于竖着中线靠左有2指啊，一点的地方，它有一个就是超出来的小船嘛，微微倾斜，大约画到整个画面纸张竖着的中线，我推远，我们要看到整体哈，整体。在竖着中线靠左2指是咱们这个小船最左边，然后右边大约画到整个竖着中线靠右一半是吧？一半就可以了。然后边角稍微的翘起来一点点，是吧？稍微的翘起来一点，双勾一下它的轮廓。好，双勾了一下是吧？然后我们再往里边走的时候，就要来勾勒它上方的一些造型了。那比如说一个宽度，是吧？一个宽度，然后上方也船棚，我们先画最右侧这个船棚吧。它的这个边缘往上先耷拉出来，我们的这个柱子。耷拉出来这个柱子，好，这个船棚就是船上面的盖的这个盖子，好，再往下走，OK， 然后再从上往下加上一些小线条。船的宽度是吧？我们也给它勾勒出来，然后甲板上方来点装饰的小线条，整个方向要偏一致，是吧？偏一致。再往下，我们再往下走的时候，它们是一层层叠加起来的，好，上面是给它加一点小线条。小红帽买了10只是吧？那给它多画一画了，多画一画。好，稍微的调和一下墨色，它的方向一定要一致啊，方向一致，不能让它显得散乱了。好，间隔的距离这块下面呢有一块墨色，然后再往边角走。好，小船这个大体出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给它皴擦一下，是吧？把它的这种光影的感觉是吧带出来。耐心点，这张浅淡的、清幽的一张画就可以画出来了。从上往下，根据咱们这个房屋的边缘，就房顶的边缘，是吧？它可以有一些宽窄不一的这种投影，这种投影在里边。OK， 好了，好，小船是不是就带出来了？点赞100万是吧？朗诵一首诗是吧？你要真点到100万，我就给你朗诵。好，然后我们再把左侧，再把右侧，这个水的这个小船内部是吧？它有一些浓重的墨色的地方，我们给它稍微的加重，是吧？稍微的加重。
该区分的地方保持区分，对不对？包括这侧的房屋的内部啊，它其实是把这种体积关系呢是给它区分开了。然后我们来点特别淡的墨色，特别淡的墨色，我们把这个房屋啊，这个架子侧面，让我们给它擦出来。OK， 好，然后我们再勾勒一根小细线，竹篙撑着船儿。好，从左侧，唱成名曲，成名曲那可不能随便的听到啊。好嘞，这是我们画的底部，是吧？它需要一些轻旷的一些内容在这个下方。然后我们再往下方走的时候，我们要把那个房屋啊，对不对？房屋啊，再给它勾勒勾勒。勾勒的房子，哎，它不需要特别的大，不需要特别大。我们先把底部的浅滩微微的塑造一下吧。好，我们把浅滩用淡墨把我们的这个远处的一些滩涂的石块，是不是勾勒出来？好，勾勒出来之后呢，它可以适当的去皴擦一下，皴擦房屋的底部。横屏点不了是吧？月下情说 A B C D 啊，不要暴露了啊，不要暴露了咱们的成名曲啊。底部这一侧呢，我们一会儿可以大体给它加一点小细节，然后旁边小的浅滩大约画到了这个中心线的这个位置上，对。然后上面我们来加这种小的房屋，房屋我们在画的时候呢，不要特别大，它有2处小房子，一个大一点，一个呢矮一点。好，在房屋的先确定它的最高的地方吧，都在横着的中心线以下哈，横着中心线以下，来，然后我们给它加一点房屋的屋顶，房屋的屋顶，然后加一点这个咱们的小线条。这是瓦的棱钩，是吧？瓦的棱钩。好，然后呢，再把这个柱子，是吧？垂落下来，垂落到咱们的这个地面，垂落到地面。这个房屋你在画的时候，你就不一定要特别的规整，不一定要特别规整。房屋上方我们可以给它加点小的瓦片。好，所以这张画最重的墨色可能就这一块了。好，小瓦片，笑的不行，大家在笑什么？笑什么？啊，好嘞，欢迎大家点关注哈，点关注不迷路，以后直播呢能够更好的去来跟我们的直播绘制和了解我们的山川美景，然后再把房屋对不对，微微的加一点，加一点。我们房屋画的没有它那么的高挑，没有画那么高挑，上面加2个小窗户，微微的加一加。边炒菜边看是吧？当心一会儿盐撒多了，撒盐呢撒多了，这个到时候就咸了啊！当心菜别给烧糊了。然后呢，在它右侧我们可以加点儿，是吧？渔网之类的，之所以叫渔家，
江边渔家怎么去体现？那不得有点渔网、渔船在那儿吗？好，下面晒的这种渔网是吧，搭了下来。啊，你可以勾勒一些小线条，去把它的形态渔网纹。好，给它带出来了啊。好，大家伙画的效果如何了？更有味道是吧？盐撒多了的话，那你可以吃2碗饭，然后1口菜。好，喜欢这样的画风。好嘞，好，接下来我们呢再给它添加点小的细节啊，小细节画完，其实这张画就完成一半了。房屋画完就完成一半了，后面其实画远山，你说快不快嘛？我们几笔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搞定？几笔就可以搞定。好，在我们的小的门的后方下方嘛，或者房屋大概带一点点造型下来，大概再带点造型下来，然后右侧说它要带点投影，它把我们渔网的这种投影的感觉重的墨块好加出来了，然后在边角，你别看这么细小的一张画是吧？里边小细节还挺多的，加一勺水就可以了。好，这一江的水啊，你看你要取多少啊？好了，然后我们稍微的来点淡淡的墨，它要在这个浅滩上方是吧？浅滩上方给它点缀一些丰富，是吧？点缀，丰富，高矮错落一下，高矮的来一点点儿，下方也是一样。好，这一侧也可以高矮的来上点小的杂树或者是小的点，点在淡的啊，墨色一定是淡的，点在这个偏顶部的位置，高矮错落。有的小伙伴点的特别平均，是不是你？平均分布是吧？这个画儿它就容易显得板了啊，显得比较板。门口是和窗户这种投影，微微的带一带。好了，在它的后方加一个小房子，我们就画，加一堵墙，我们就可以画后边的。建筑是吧？画完我们就可以画后面的远山。好，这个墙的上方，它的瓦片墨色还是比较浓重的，相对浓重一点。好嘞，然后上面加一个小的窗户，有同学说像徽派的建筑一样，是吧？左上角的那个字，一会儿能念一下不？左上角，我看那个字我认识吧？就江边渔家丁丑，然后初秋，然后呢雪时雨何须摘所绘，这几个字还认识。有些花家的字呢，确实我也不认识啊，我也不认识。那因为他写的太过于随意了，甚至于他的这种草法或者是行笔的造型呢比较简括的时候啊，识别度就不一定特别的高。当然我也需要下功课啊。来，我们呢用淡淡的
淡淡的这个颜色啊，我们来勾勒一下远山的这个山石了。记住，也是顶部实，下边虚。这张画不需要你去上什么颜色。然后下方我们还要加点这种小树，对不对？你比如说在这个中心点，我们找到中心点嘛，然后在它上方，从上往下，淡墨哈，水分控制一下，在竖着中心点，从上往下大约2指，纸张的边缘，从上往下2指左右。好，顶部是吧？比较相对浓重一点的岩石，给它勾勒出来了。然后顶部稍微的揉一揉，因为有些地方我们村的它要比较清晰，有的地方呢它比较淡，也比较淡。对，它的画，它的字儿比较直观，比较直观。好，在后方，对不对？被交叠的地方，它都会把它皴擦的这个平整，皴擦的比较重一点点。OK， 是吧？皴出来，山顶概括一下。前方呢，它可以适当有一些清晰的笔触。这个岩石结构的交叠，我可能没有一笔笔的画，因为它这个确实画的也不是一笔笔的去这样处理的。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啊！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波关注。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小的这个承诺吧，就是今天我们加入到我们这个直播回放学习的小伙伴，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小的诊断，我自己给大家做诊断，你也可以把你的作品发到群内，我们呢可以给大家根据你的实际学习的情况，可以给大家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学习的任务的一个制定，或者学习的计划，或者从哪个地方开始着手去练习起，好不好？因为我们给大家赠送了基础的技法教程，让我们能够从零基础或者说喜欢我们山水作品的小伙伴也能够上手，而且也是永久的回放观看哈，永久的回放观看，作为咱们回放学习的一个基础内容。对岩石的勾勒塑造，对吧？它都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详细了解的一个过程。你要知道它共性的规律，然后呢再去画一些比较简括也好，或者说比较繁复的作品。找不到群是吧？购课之后用咱们下载学浪 APP， 然后登录了，你在学习栏的右上角就可以看到咱们的班级群，是单独的教程，它在咱们它是单独的一个单元，应该说是，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直播的回放，它是放到了不同的地方，放到了这个直接公开的看得到的，你要拽到最下方，你就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基础的技法教程。还发红包吗？可以啊，我们可以给大家来一个福袋啊，来个福袋。咱们把这块画完吧，画完了给大家来福袋。然后这是山峰最突出的造型，底部呢我们要给它留白，对吧？底部要留白，然后山顶的部位，给大家制作一下自己的学习的计划，是吧？针对自己的实际问题，给大家做一个诊断，让我们跟课和学习更有角度，更有这个什么，更有入手的点。好，顶部实了，对不对？画的比较实了，然后再往下方走呢，我们先不给它去加，一会儿用淡墨统筹一下就行了。然后我们来处理一下远山，还好吗？今天还好。然后从上这个山石画的呢，就比这个山石从顶部往下走，是吧？顶部它就可以高一点点。
部高一些。是的，更有针对性，方便大家去跟课和学习，不那么盲目嘛。好，再往下方走，再往右侧走，我们可以来点淡淡的笔触，概括一下山顶。看不到画山顶，这个这么直观的看不到，放大一点屏幕看看。几点直播？上午9点半。上午9点半。然后我们刚刚已经画过一张了啊，咱不至于墨迹到只画这么一张小的。好，然后从上往下呢，给它皴擦过渡下来。谢谢我们的欣欣同学，对吧？也愿大家一切安好。年末了，照顾好自己，马上美好的节日就要到来。在这个山顶上方，它有一些小树，我们没有干，现在就不太好方便去给它擦或者染啊。那么在画左边的时候，我们用淡墨的方式去概括一下它的远山就好，概括一下远山就好。往下移是吧？好嘞。好，从左上角顶部往下大约1指左右，然后我们给它加一个是吧？远山的一个造型。最底部不要超过横着的中心线了，对吧？然后更淡，再来点更淡的，浩渺的这种虚空的留白，我们说这是中国画的一种独特的一种审美，是不是？它有哪些视觉效果？我们说虚实相生，无画处啊，皆成妙境。中国画它通过这种虚与实的这种相互的衬托，留给你很多的一种大面积的白，是吧？给你一种无限的遐想，浓郁的这种诗意的一种画境的体现呢，就是从咱们南宋时期绘画开始的。所以我们在后面的这个不仅赠送大家基础的技法教程，还会在后边给大家赠送古画，是吧？传统的绘画的古典的绘画的表现方法，这些名家名作，带大家来感受意趣更加高古、笔墨法度更加严谨的这种画作。这是画的远处的啊。然后我们来一个这个大号的笔，我们来一个大号的尖毫或者狼毫或者羊毫都可以，最好是用羊毫吧。我们来擦染一下底部，是吧？通过留白这种虚境，是吧？通过虚境给人呢留出了想象的空间，并不是靠画境去体现。这个我们说，倪瓒的画就是非常的虚，是吧？非常的浅淡，但是呢，它给人的遐想笔简意繁。那么跟它相对应的呢，当时有个画家叫王蒙，是吧？都是元4家之一，一个呢画的特别的繁复，一个呢画的特别的简略。那么王蒙称之为笔繁意简，而倪瓒呢笔意更加的高远啊，一个繁一个简。好，我们呢给它大概处理出来了。好，顶部。好嘞，我们这张画是不是大概的视觉效果就出来了？啊，然后我们最后再加点小的竹枝，是吧？它这上面有点小的竹子，比如说左下角这一处，这个画它需要一点浓重的墨色去衬托啊。画你看干了之后，它才会更加的协调。来点竹子啊，当然它最高的地方也没有超过横着中心线啊，左上右下，大致的你勾勒一点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像大家以前画竹子一样那么的精细的小细节啊。这个画儿你可以相对这个自由一点。一般在竹节的地方，它可以出点枝，是吧？竹子那种小竹子，一般都是在竹节的地方去出枝，对不对？好。大家上午好啊，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好嘞，咱们在跟着画吗？有多少小伙伴在跟着画？刚刚那张我们如果跟着画出来的，来给回复一个1，好吧？这张如果也跟着画出来的，敲个2，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速度跟的怎么样。好，大概的来了这么一点点小的叶片，小的树，这个竹的枝，好，给它加一加。大部分只画了1张，画2张的也不少啊，可以的。然后左边来完了，对吧？来完了就先看，最后我们加点叶片，这张画，然后着点颜色，它就完成了。今天画的没有那么累了吧？今天的内容呢，相对来说比较好上手了。浓重的墨色，然后把咱们这个树的叶片，对吧？拾起、虚收，微微的加一加，没有刚刚画的那么的丰富了，那么的繁多，它要稍微的少一点，稍微的少一些。OK， 然后我们再往上方走的时候，是吧？在局部的位置上给它加一加。好，然后在上方，是吧？来一点。来晚的小伙伴，平常要上班是吧？工作呢比较繁忙，有的时候呢可能家里的甚至于还带着小朋友，是吧？时间呢不是那么的方便，甚至于有些没有基础或来晚了跟不上，那么以后呢可以考虑我们的回放啊，目前还给大家赠送很多的课程，同时呢是永久的观看权限，买了之后就属于你了，哪里不会点哪里，哪里不会点哪里。和我们志趣相投的小伙伴们一起在美丽的风景里边前进吧，然后再往左侧，是吧？高矮错落的来一点。其实遇见志趣相投的小伙伴就已经是一个美丽的风景了。好，是吧？给它加一加。好，咱们左侧是吧？左下角已经点出来了，已经点出来了。后方是吧？可以稍微的来一点，不必画的特别多，就房屋后方嘛。再加点叶片画，它就看起来丰富了许多。后方画的笔触呢，不要太长或者太大。再往右侧来。再往左边，左右两侧是吧？都给它加一加，点一点，看起来有一点叶片就行，有点叶片就行。我画画的时候，墨色会一坨一坨的，是控水不好吗？大概率是。好，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初学对于我们把控这种声宣呢，很多小伙伴来讲是确实有一个困难的点。我们一般现在，你比如说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用到的都是这个宣卡，宣卡呢它可能控水啊要方便一点，同时呢它也不容易褶皱啊，因为后面有个卡纸撑着嘛，所以你可以选择用卡纸先试一试。
当然控水这是一个过程我们有的时候会给大家讲一些小的方法一个是我们不是经常会拿个试笔的纸吗？吸毛笔的笔肚多吸一吸，吸到这个笔呢稍微有一点点发枯了，我们就可以来给它去画了。左侧是吧，也加点小的渔网等等这画都没有干都还没有干，远山干了之后就舒服了它要是干了的话，这画就舒服了。山顶上方我们要给它添加一些错落的小的树枝错落的小树枝，然后来点颜色，清旷的、甜美的、恬静的、恬淡的一张就叫江边渔家，对不对？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渔家的这种形象，是吧？它是作为我们绘画当中作为最自由、最为呢闲适的一种存在。它呢不拘泥于这种世俗不拘泥于这种工程业就它是我们古代山水画当中文人的一种思绪的寄托，往往它是代表一种余隐，是吧？一种隐居的一种情怀，一种情境在里边。好，稍微的把顶部呢加了一点胎点，稍微的加了点胎点。好，然后在我们的房屋左侧，对吧？来一点点小的投影微微的来点投影，让这个画但墨色都不要太重哦，更加的轻旷，更加的利落。左边还有房子没画吗？没有了呀，房子我们都已经画了。只不过这个房子呢画的比较低矮，画的比较低矮一点，因为它的画本来它是一个比较偏长方形的造型，而我们呢处理的是一个偏正方形的，稍微的我们会压一压一些局部，等它干一干，可以拿吹风机吹一吹，是吧？左边没有房子了，就点景的我们说渔船，然后房屋和远处浩渺的这种山中朦胧的景象，是吧？我们以前给大家经常说过，这种虚静的留白，空过纳万景，静是吧？静故能够沉沦所有的动态，这是中国独有的一种辩证的一种美的一种范畴，空简，我们说有繁有简，有虚有实，是吧？有浓有淡，有动有静，这种画境的关系呢，它在一种协调的这种合理的一种规范的范畴当中。我们中国画的绘画不是告诉你一个绝对的标准什么是对的，或者说必须怎么去画，而是告诉你一个，比如说虚实，然后呢刚柔动静繁简，它这种美学的内涵一种范畴在里边，你做到一种平衡就够了，而不是说必须的这儿怎么画，对吧？这是一种我们说高度提炼化，相对来讲呢抽象化的一种美的审美的表达的这种节奏感，是审美的一种节奏感。在这个上方微微的浅淡的加点颜色加点颜色。右上角的山峰很淡，淡的没画。我们可以加上就可以了，房子旁边的红裤衩。好，来，我们来点小的山峰，是吧？远处的，微微的来一点。我们来点淡淡的这个叫石绿，对不对？石绿的这个颜色，把咱们的这个浅滩给它染出来。房屋我们用赭石色给它染一染，画呢就会显得更加的平和完整一点。好，是吧？浅滩用我们的石绿，就得等它干像特净皮纸染出来的画它要湿润一些，但它呈现的墨色的层次它也可以很丰富。这是我们房屋这块要很简单很简单的，甚至于山顶上方，山顶的
这个顶部这块儿，我们都可以用这种颜色稍微的扫一扫，稍微的扫一扫。底部我们来赭石色，用干净的笔，用一支干净的笔，什么干净的笔？用一支干净的羊毫啊！我们今天给大家说过多次哈，染色的时候大家用一支羊毫，或者说用我们这种提斗是吧？干净的这种提斗笔，用赭石色。羊毫更加柔软，蓄水性更强，所以它在你看我们每次染色的时候一般都会用到它。好，下方也是一样。哦了，下面的小竹筏，小竹筏，哎，带一带。喜欢这种清新典雅的画面是吧？那我们以后还可以再多带大家画一点，可以根据大家的口味，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加一加，可以给大家加一加啊。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讲到的哈，今天讲到的，只有今天我们呢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相应的测评，用这个赭石或者厚一点的赭石，把我们这个房屋旁边给它点染一下。你又可以用淡淡的墨色，把房屋的屋顶是吧？房屋的屋顶给它染出来，包括咱们这种渔网是吧？都可以用这种颜色染一染。啊，这就是我们江边瑜伽的一种画面啊，江边瑜伽的画面，干一点，画面效果我觉得会更好，会更好。染色一般都用羊毫笔，是的。拜拜拜拜，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周末愉快，用餐愉快，吃一个美美的午餐，睡一个美美的午觉，做个美美的白日梦。大家去休息吧，我们明天再见，拜拜。